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低脂低糖的面包——全麦核桃欧包。首先来做一个全麦种，常温水加入酵母，搅拌一下，然后加入到全麦面粉中，搅拌均匀。先放在室温发酵3个小时，我的室温是25摄氏度。如果室温太高或太低，可以适当缩短或延长时间。这是3个小时后的全麦种，体积有明显增大，底下也能看到发酵产生的很多气孔。这时我们把它转移到冰箱冷藏1晚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水和面团。水和法就是通过长时间的静置，来让面团中的面筋自己形成，可以大大缩短揉面的时间。尤其在炎热的夏天，如果长时间揉面会导致面团温度太高，可以使用这个方法。揉好后的面团是稍微粘手的感觉，先盖好静置10分钟，让水和面粉充分融合一下。静置后的面团把它揉到光滑一些，如果有点粘手，可以用揣的方式，揉到大概光滑就可以了。用保鲜膜盖严实，也放到冰箱冷藏静置1晚，给面筋充分的时间来形成。第二天我们来制作面包，先准备一下一会儿要加进面团的辅料。葡萄干用朗姆酒提前泡1个小时，让葡萄干充分吸收水分。熟核桃仁切成小块。这是我们发好的全麦种，经过1晚的冷藏发酵，全麦的麸皮都泡软了，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干涩的口感，同时面团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筋性。加入一点酵母，利用面团中的水分浸透酵母，方便一会儿揉搓均匀。这是我们静置1晚的水和面团。如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太冰，它可能有一点硬，你可以室温放15分钟，它就会软一点。可以看到面团筋性非常好，甚至可以直接拉出薄膜，这让我们之后的揉面省力很多。加入盐，还有刚才的全麦种，把它们先揉到一起。全麦种可以不需要回温，这样我们的面团起始温度比较低，后期揉面温度才不会升得太高。接着可以转移到案板或揉面垫上，把2种面团揉搓均匀。这个面团含水量比较大，如果一直揉比较粘手，可能会揉得比较崩溃，面温也会升高。我们现在只要把它揉匀，切开一小块检查，能有一点不结实的膜就可以了。利用刮板把面团折叠整理起来，放回盆中，室温静置10分钟。这时候面团温度还是处于比较低的状态。10分钟之后我们看一下面团，因为含水量比较大，这时已经可以拉出薄膜了。我们把面团从一边提起，拉长，然后折叠，4个方向重复同样的步骤。面团经过折叠，面筋的组织结构会被加强，更好地支撑起面包的结构。完成1次折叠之后再静置10分钟。现在我们再看面团，你会感到薄膜比刚才更加强韧了。捅破薄膜，洞口的边缘是比较光滑的，只是会有麸皮的存在而产生微微的锯齿。我们再重复1次刚才的折叠步骤，这时把泡好的葡萄干沥干，吸去表面多余的水分，和核桃仁一起加入到面团中，然后把果干揉到面团中。揉好后室温下发酵45分钟或到2倍大。如果室温比较高，可能需要时间短一些，反之则要长一些。在这期间，我们还可以进行2次刚才的折叠动作，进一步增强面筋结构。因为像这种含水量高的面团，如果面筋结构不够强韧，烤出来它不会往高了长，只会软趴趴的，像个大饼。经过多次折叠，面包烤出来才会是鼓鼓的。当面团长到2倍大之后，进行最后1次折叠。这次折叠之后，就可以轻松地把面团从盆中取出来了。把它放到撒了面粉的案板上，正面朝上，双手抱着面团向自己身体的方向收，然后转换角度，重复同样的动作几次，这样可以把面团预整形成一个圆形。上面撒一点面粉防粘，用布盖好，松弛15分钟。这时我们可以预热烤箱，把铸铁锅放进去一同预热。没有铸铁锅可以放一个大铁盆进去，在面团上撒一些面粉，然后用刮板把它从底下搓起来，翻个个，一边折到中间，另一边也是。
然后从上到下轻轻卷起来，最后把它翻过来，光面朝上。再借助刮板把表面往里搓，让它变圆，并且把表面变紧绷。经过这样的整形，面包表面是处于比较紧绷的状态，这样才能保持比较立体，不会软趴趴的。发酵篮中撒一些面粉防粘，没有发酵篮可以找个圆盆，垫上布，撒些面粉，效果一样。把面团光面朝下放进去，盖上布，发酵到2倍大。发酵好的面团表面按上去可以缓慢的回弹，说明里面充满了气体。准备一张大一点的烘焙纸，将面包扣在上面，用锋利的刀片割一条不到1厘米深的口子，这样面包可以按割线膨胀裂开。然后沿着面包周围裁去多余的烘焙纸，两边留个宽宽的提手。如果不裁掉多余的纸，面包周围会有纸的折痕。把铸铁锅从烤箱中拿出来，把面包转移进去，剪掉两边长出来的纸。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把面包扣在锅里，但是盖上锅盖，放到烤箱中。这时把烤箱调低到225摄氏度，先烤15分钟，然后拿掉盖子，同样的温度再烤15分钟。如果没有铸铁锅，就把面包扣在烤盘上，然后扣上从烤箱里拿出来的铁盆，之后再拿掉盆就好了。用铸铁锅和铁盆都是给面包创造一个蒸汽的效果，让面包发得更大，表面形成脆皮。面包烤好后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面包在晾凉的过程中，多余的酒精和水汽会自己挥发掉，至少要晾45分钟后再切开。烤好的面包表面很脆，切开看一下，里面是很柔软的，有一些不规则的气孔。面团中本身没加糖，它的甜一是来自于淀粉酶分解的糖，当然还有葡萄干的甜味儿。仔细品味还可以感受到全麦面粉带来的麦香，但是口感上却不会有全麦的干涩，非常湿润好入口，还可以吃到核桃仁脆脆的口感。像这种欧式面包，最佳的食用时间是烤好后的6小时内。如果不能及时吃完，可以把它切片，然后密封冷冻保存。下次吃的时候提前拿出几片，室温下自然解冻就可以了。今天的内容讲得比较细，时间有点长。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